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在脑海当中反复的去回想那些让我们难受的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让自己停止这种痛苦的循环啊，好好的照顾当下的自己。没错，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咱们首先要讨论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为什么那些让我们难受的事就偏偏要跑出来，反复的折磨我们？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白天你可能忙着工作，忙着跟别人交流，然后到了晚上一个人躺到床上，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些你白天刻意不去想的难受的片段，比如说某个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是一段关系里的遗憾和失望，就会像电影一样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播放。对，真的，有的时候你明明就是想好好的睡一觉，结果就因为这些念头，搞得你越想越精神，越想越难受。是啊，而且很多时候你明知道再想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你的脑子就像被卡住了一样，一遍一遍的去琢磨对方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当时是不是应该那样回他，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等等。那我们下面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非常的关键了，就是反复的去回想那些痛苦的经历和真正的去反思，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们反复的去回想，并不是因为我们矫情或者说我们脆弱，反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大脑在尝试去理解所遭遇的伤害。他总觉得只要我多琢磨琢磨，下次我就可以避免受到同样的伤害了。对，我老琢磨，我就可以找到一个对策，以后我就可以保护好自己了。没错，所以我们才会一遍一遍的去回忆当时的细节，比如说对方的语气，他发消息的时间，他后来有没有解释等等。我们只是想要去找到一个原因，让我们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控的。明白了，那我们到底怎么区分我现在是在真正的复盘，还是说我现在是在反复的折磨自己呢？其实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是有效的复盘的话，它最后会让你更清晰、更坚定。比如说你会告诉自己，下次再听到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表达我的感受，或者说我以后不会再把别人的评价全都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原来关键是要看到改变，看到成长。对，那如果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反复回想呢？如果是痛苦回放的话，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出口，它只会让你不断的去审问自己，比如说是不是我太差劲了，是不是我当时太笨了，你就会用同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去伤害自己。听起来真的很让人心疼。那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说一说最容易让人反复回想、反复难受的3种场景。对，先来说说，当别人对你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为什么我们总是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在办公室或者在饭桌上，有人突然冒出来一句，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或者是这点事儿你也要计较。其实当时很多人都不会去跟他争执，可能就只是笑一笑，把他忍下来了。对，就当时好像没什么，但是你之后就会越想越难受。对，没错。很多人回到家之后，洗澡的时候会想，吹头发的时候会想，甚至第二天上班路上还在想，我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很麻烦？但其实可能就是对方说了一句让你不舒服的话，可你的脑子会把它扩展成，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值得被好好对待？除了被别人说难听话，为什么我们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也总是忍不住去反复的责怪自己呢？当朋友慢慢的疏远，或者恋人分手，或者你很用心的一段关系没有被回应，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翻旧账，觉得是不是那天我不该那么说，是不是我太依赖他了，
是不是我再懂事一点，结果就会不一样？是啊，我们好像总是很容易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自己头上。对，因为自责会让人有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我改好了，这段关系就还有救。但其实关系的结束，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两个人的需要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或者是说对方没有能力好好回应你。你说的很有道理。那在工作或者社交场合当中受了委屈，为什么我们事后总喜欢在脑子里反复的去演练，当时我应该怎么怼回去呢？比如说你在会议上被人打断，或者被人甩锅，或者被人当众让你难堪，你当时没有反击，不是因为你没脾气，而是因为事情太突然了，或者说你不想把事情闹大。是的，是的，这种情况其实特别多。然后我们回家之后就会越想越气。没错，这就是很典型的痛苦回放。事情已经结束了，但你的身体和情绪好像还一直被困在那个现场，你就会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演练你当时应该怎么怼回去，你就会越想越气，越想越后悔，觉得自己当时怎么那么没用。真的是这样。那当我们陷在这种反复回想的漩涡当中的时候，我们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让自己能够慢慢的走出来呢？第一个就是给这件事命名，你可以在心里说一句，这是痛苦回放，不是有效复盘。这句话不是魔法，不会让你马上不难受，但它能帮你意识到，我现在不是在解决问题，我是在重复播放。就是先给自己的这个状态贴个标签，反而能让自己跟这些念头拉开一点距离。对，一旦你能叫出它的名字，你和那个念头之间就会有一点点空间。然后你还可以拿出一张纸，分成两栏，一栏写事实，一栏写想象。比如说事实是他说你太敏感了，那想象就是大家都觉得我麻烦，以后没人会喜欢我等等。你会发现事实可能就一句话，但想象会拖得很长。这么一拆分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痛苦都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对的，把它写下来不是为了否定你的感受，而是帮你看清楚到底是哪一部分真的发生了，哪一部分是痛苦在继续加码。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反复回想的小妙招？有啊，比如说你可以给复盘设定一个时间边界，你就允许自己在15分钟之内去想这件事儿，去难过，去写下来都可以。但时间一到，你就告诉自己今天先到这里。不是这件事不重要，而是我不能把整个晚上都交给他。这个方法听起来还挺实用的，设定一个边界感，就不至于让自己被这些念头一直牵着走。其实很多痛苦让人觉得累，就是因为它没有边界，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设了一个边界之后，你就相当于把生活的主动权拿回来一点。然后你还可以配合一些很小的身体动作，比如说你去洗个热水澡，出去走10分钟，整理一下桌面，喝杯水，或者睡前写3句话，今天发生了什么，我现在感觉怎样，明天我可以为自己做一件什么小事儿。哇，这些动作听起来都好简单，但感觉做起来应该还挺有用的，是吧？这些动作听起来很小，但他们在提醒你，我不只活在那件事儿里，我还在这个房间里，在这杯水旁边，在今天晚上。当大脑一直把你拖回过去，身体动作会像一个很轻的锚，让你慢慢停下来。没错没错。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跟这些痛苦的记忆和平共处。其实我们最想说的是，痛苦需要被看见，你受过的委屈，被误解的瞬间，关系里的失望，都不应该被一句算了带过去。但痛苦不值得被你反复吞咽，它发生过，不代表你要每天重新经历一次。确实是这样，我们不一定要去否定这些难受的情绪，但是我们也不能让自己一直被困在里面。
所以如果今晚你又想起那句话，那个人，那件没能好好结束的事，你可以先不责怪自己，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你还疼，但我们今天不继续重播了，我们先喝点水，洗个澡，把灯关掉，好好睡一觉。你可以记得它，但不用每天重新受伤。把你的注意力慢慢收回来，不是背叛过去的自己，而是你终于开始照顾现在的自己。说得太好了。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去反刍那些痛苦的回忆，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一些温柔的方式来照顾好自己，让自己不再反复的受伤。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善待自己。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